你知道在台湾黄牛赚超大吗？只要2场演唱会，他们就能够获利2000万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黄牛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今年3月，韩国女团 BLACKPINK 来台湾举办演唱会，因为是疫情后难得的大型活动哦，不止歌迷引颈期盼，也吸引了很多的黄牛虎视眈眈。果然开卖之后，门票瞬间秒杀。但是脸书社团二手票券的平台就开始出现转卖门票的贴文，一张票呢还被喊到了40万元，甚至有人发文如果有女粉丝愿意穿指定的内衣开合跳，那就可以得到原价买票的抽奖资格。很多人就批评政府到底有没有在管台湾的黄牛为何可以这么嚣张？所以前阵子文化部修法推动了黄牛条款，从6月2号开始就已经生效。但有部分的人认为，黄牛条款看起来虽然严格却没有强制的实施实名制，认为文化部只是在打假球。那到底黄牛为什么会这么的猖獗？黄牛条款有没有用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。椅子坐久了，你是否也常常觉得腰部不舒服呢？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款 Dr. Fu 美姿急救垫，就是由美国职业物理治疗师所研发的坐垫，让大家从好的坐姿开始预防疼痛的发生。不管你的身形还有座椅的种类，都可以让你调整出最合适的角度。而且比起其他市售的硬式坐姿矫正垫 ，Dr. Fu 美姿急救垫因为采用了太空记忆棉，所以坐起来有沙发的舒适感，让你不知不觉改善自己的坐姿。另外，它还采用了竹炭纤维透气表层，让你长时间坐着也不会闷热，而且椅套可以拆洗方便清洁。目前美姿急救垫的预购已经突破了3000组，为了粉丝福利现在还加开了最后的限时预购名额，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再错过啦。根据教育部的国语词典，黄牛是指在车站、戏院抢先买票之后，再用高价转卖，并且从中获利的人。而这个称呼最早应该是来自于20世纪的上海，因为这些人在抢购票券时就好像一大群骚动的黄牛，所以大家就用黄牛或者是黄牛党来称呼他们。过去的黄牛大多都是个体户，但现在黄牛已经集团化经营，就像是一间公司一样。根据《今周刊》的报道黄牛集团的分工非常细致，有专人管理购票的账号，有人负责回顾客的讯息，还有人会飞到海外去领票。另外，黄牛们还认为自己在估算演唱会的销量上面，可能比行销公司还要专业。因为黄牛在决定要抢哪些演唱会票券之前会先分析歌迷的特性、会场的容纳人数，之后才会拟定抢票或是囤票的策略。比如说像是张学友或者张清芳的粉丝年龄层比较高，比较慢获得演唱会的资讯，所以黄牛会预测演唱会的时间越近，票价就可以卖得越高。但如果是韩团情况可能会完全相反，因为韩团粉丝的年龄层比较低，虽然消息传递的速度比较快但预算有限，因此黄牛采取的策略通常会用较低的价格来拼交易量。而很多人就好奇，一般人抢个几张票都那么辛苦，黄牛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票可以卖呢？过去黄牛主要是用人海战术来抢购票券，但是随着时代进步现在他们大多都跟工程师合作，利用扫票程式来抢票。除此之外也有黄牛坦诚，他们所持有的票券当中有4到6成都是来自于赞助商、主办以及协办单位或者是媒体公关的内部票。这是指连活动厂商也支持黄牛吗？在某方面来说，这些单位跟黄牛之间可能确实有一些互利共生的感觉。根据《今周刊》的报道对于赞助商来说，他们把票卖给黄牛，不仅可以快速的变现，还能够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。因为比起让员工使用公关票入场，黄牛可以把票卖给陌生的粉丝，那么当粉丝在看演唱会的时候，自然就看得到赞助的资讯。至于黄牛，他们就可以拿到大量票券，所以很乐意跟厂商合作。不过这个看似简单的合作关系，背后其实隐藏了惊人的利益。根据关键评论网的统计台湾的2大二手票券交易平台，在艺文票还有体育赛事上面，有99%都卖的比原价还要高，里面有3成落在原价的2到3倍之间，特别是艺文类的黄牛票，甚至还有1成的票售价高于原价的10倍。今周刊的报道也提到，黄牛透露他们集团1年可以经手10几个场次，大的场次营收破100万，小的场次至少有10万以上。那如果像是前面提到的 BLACKPINK， 因为机会难得，光是2场演唱会就获利高达2000多万元。不过虽然黄牛看起来超好赚但他们其实游走在法律的边缘。
根据法律规定，黄牛的行为可能会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第64条。这个法条是说，如果不是为了要自用而买运输游乐票券之后再转卖图利，就会面临到3天以下的拘留或是18000元以下的罚锾。另外，如果黄牛用破解售票系统的方式来扫票，就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妨碍电脑使用罪的刑责。而除了可能违法，黄牛的行为也引起了许多民众的不满。像是黄牛抢购交通票券，严重的影响到大众生活的基本需求；高价出售艺文票也有哄抬物价的嫌疑，甚至还有一些人手上明明没有票，却假装自己有票，故意诈骗民众，发生了不少的纠纷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既然大家都讨厌黄牛，也早就有法规可以管，那为什么黄牛还是这么猖獗呢？要探讨黄牛为何难以杜绝，我们可能要先从社维法的制定背景来看。这套法律呢，在30年前所制定原本的目的是用来取缔这个车站戏院前面霸占票口、插队买票，然后在现场转卖的行为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现在大部分的交易呢都已经改到网络上面进行，所以也浮现了不少的问题。比如社维法定义黄牛的意思是非供自用购买票券而转售图利的人，但放到现在来看，这个定义其实不太好用。首先是非供自用的部分，因为现在的票券大多都已经改用网络预售，民众临时有事不能够参加活动的情况很常见，因此黄牛也可以说自己是因为临时有事才转卖来逃避罚则。再来呢，转售图利的行为在实务上面也非常难认定。很多人在卖票时呢，会加入抢票的时间取票手续费的成本。如果意思多卖个几十块钱，在社维法当中能不能够被认定是转售图利呢？这个问题也很容易有不同的解释空间。而且黄牛票的交易大多都在网络上面进行，除非有买家检举黄牛，否则警察根本难以稽查。有很多的黄牛，他们都声称自己收到了免费的票券，然后只是把卖票的资讯抛到网络上面而已。那因为还没有成交，也不算违法，所以在最近5年，全台湾的黄牛贩售行为只立了36案，而且实际被开罚的案件数呢，还只有1半。那就算真的被罚钱好了，黄牛其实也没有在怕。前面有提到，一场演唱会下来，黄牛可以赚取10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。相较之下，最多18000的罚款对于黄牛来说根本就不痛不痒。而且现在的黄牛集团很聪明，他们不会去破解售票系统，或是一次把所有的票给扫光，只会把购票的速度操作到极致，用买很快的机器人抢先一步，因此连妨碍电脑使用罪也不适用。所以就有立委建议，艺文票呢应该比照火车票来修法。过去花莲跟台东的火车票曾经被黄牛抢到一票难求，但是在2016年修的铁路法，罚款提升到票价的5到30倍，在对于大量购票的不当手段增加刑事处分之后，已经大幅的降低了黄牛的乱象。而最后负责的主管机关文化部也认为，民众应该要能够平等的接触到文化创意活动，所以承诺会尽速修法。在今年的5月12号，由文化部提案的文创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在立法院3读通过，并且在6月初开始生效。而其中所增订的第10条之一，就是针对艺文产业的黄牛票问题，也被称为是黄牛条款。里面就明确定义出了2种黄牛的行为。第一种呢，是只要卖票时价格超过原本的票价，就算是加价转售，那就会被认定是黄牛。而加价转售的范围还包含以物换票、绑物出售等等情况，而且就算门票还没有卖出去，也算违法。第二种则是透过不正方式来买票，像是登入假账号、用随机的身份证字号来买票，或是利用外挂机器人大量抢购票券，这些行为也都会处罚。那除了明确定义出黄牛的行为之外，文化部也大幅的提升罚则。黄牛条款规定如果加价转售，就会被处以票价的10到50倍的罚锾。那如果是利用程式大量的抢购票券，则是会被判处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，或者是300万元以下的罚金，甚至呢是有期徒刑跟罚金合并一起处罚。在黄牛条款公布之后，文化部的脸书上面有许多民众留言支持，说终于可以轻松一点的买到票了。但同时也有部分的民众对于黄牛条款抱持着负面的看法。针对黄牛条款的反对声量主要分成4个论点。首先，有一派的人认为根本就不需要修法，他们认为艺文票不是生活必需品，应该要尊重自由市场，这本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而且黄牛在过程当中也付出了很多的劳力，像是分析市场规划如何抢票，而且最后如果卖不掉也可能会亏钱，因此认为黄牛只是商业行为，并不需要立法限制。再来，有部分的人虽然赞同修法，但对于政府是不是真的能够强制执行，抱持着怀疑的态度。这派的人认为，虽然罚则定得很高，但如果没有强制取缔，也只是放着好看而已。毕竟过往社维法的罚款数量少到让人很有疑虑。
而接下来的2个论点呢，则会比较着重在黄牛条款的内容上。有些人认为呢，黄牛条款定的实在太过严格了。现在的规定连加1块钱都会变成黄牛，根本无法反映出民众原本购票时所付出的时间成本或者其他的开销，等于是压缩了合理转让的利润空间。而这样子一来呢，反而可能让买卖转为地下化，不止政府难抓诈骗行为也可能会更加的猖獗。最后也有人认为上面说的一律都不是重点，有一个可以根绝黄牛的方法却被文化部给忽视。这些人认为应该要在法规当中强制业者实施实名制，让票券呢在购买的当下就马上归户，再搭配入场时查验证件，黄牛根本无所遁形，而这才是能够杜绝黄牛跟诈骗的最佳方法。他们质疑文化部实名制不做，只做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，是怕麻烦，还是根本在图利黄牛？对于这些质疑呢，文化部也做出了回应。针对黄牛很难抓，恐怕会地下化的问题，文化部解释说，他们目前已经设立了检举专区，鼓励民众检举，而且检举人最高还能够获得10万元的奖金，希望透过大家的监督，让黄牛被下架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也会持续的跟警政机关组成联合打牛小组，积极的监控各方的售票行为。而未来呢，也预计会辅导业者建立合法2手票券平台，让民众能够安心的买卖票券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要强制实名制呢？文化部强调，他们非常支持并鼓励实名制，但实名制除了会增加业者的人力成本，也会影响到观众的入场时间。过去曾经因为查验身份耗费了太多时间，引发了上千件的投诉。而且，如果连票房普普甚至卖不完的表演也要实名制的话，对于业者的负担就会相对的更重。那为了避免部分的黄牛行为影响到大多数守法的民众，在多方的考量之下，才没有把实名制纳入法规。不过，文化部也特别指出，先前在他们的协调之下呢，已经促成了多个韩国演唱会的主办单位实施实名制，而未来也将预计针对5大场馆的热门活动，积极的跟各主办单位还有售票单位协调，采用实名制，并且继续的辅导业者往实名制的方向前进。最后，文化部呢也呼吁民众，法律是最终手段，从售票端防堵黄牛到全民不当黄牛不买黄牛票，才能够一起维护市场的秩序，保护喜欢的歌手。一开始我们看到很多黄牛猖獗的新闻时呢，也会觉得很生气、很不公平，好奇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迟迟没有人可以好好的管一管。所以听到通过黄牛条款的时候呢，本来很期待黄牛乱象可以彻底被解决，但实际研究这个议题之后才发现黄牛的问题牵涉到的层面很复杂，连怎么样的行为叫黄牛，大众都还没有一个共识，而全面强制实名制也确实还有一些疑虑，所以现阶段的修法呢，就比较难一次满足所有人的期待。不过，如果换个角度来看黄牛条款也对于黄牛乱象做出了第一步的改革。而至于未来黄牛条款是不是真的能够发挥成效，而配套的措施又能不能够确实的解决民众的疑虑，或是可能因为法规太严格，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问题，这些答案都需要大家一起持续的关注、讨论，透过民众监督的力量，让政策越改越好。那最后，我们也想来问大家，你对于黄牛条款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乐见其成希望可以大幅的降低买票的难度B 觉得失望，没有强制实名制很难有改善。C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我很少买艺文类的票券。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会发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黄牛条款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烟害防治法以及优生保健法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